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在接下来的3个月将要探索怎样的课题，你们会得到怎样的指引，会发生一些怎样对你们有利的事情。那在我们面前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第一组牌的话呢，在接下来的3个月啊，你们的3个课题分别是行动、疗愈还有友谊啊。这个友谊它是人际关系，也就是说接下来的3个月呢，这个 action 对应的是你们可能会火力全开的去做某件事情啊，投身到一件比自己更大的事情里边，会让你们找到自己的使命、意义和方向啊，效率会增高，行动率高涨，很强的活力啊。你们当下的话呢，或者说之前困扰你们的是一种行动力匮乏的状态啊，持续的观望，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行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他都有一个最佳的行动区间，但是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一个人是无法行动的。你们会发现，你们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事情对你们有好处，但是好像就是下不去手，总感觉缺少一些什么。这个缺少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心血来潮的冲动。就是说，在接下来的3个月当中的某一天啊，你们之前想要做的那件事情，可能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做了，而且你们一旦开始做，就不会轻易的让自己停下来。这种行动力匮乏的状态，也可能和一部分人的行动不便有关。或者说有一些客观因素的阻碍和制约，让你们没有办法行动起来。这张牌代表的是在接下来的3个月之内啊，束缚你们的能量会解除，你们的行动比信心更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行动的过程当中才能够赋予时光和生命意义。你们之前可能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去努力的思考、懊悔、自责、纠结，把这些精力都花在了内耗上，而不是真正的把这种精力灌注在行动、生产和创造上。所以说接下来的3个月对于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去做、去行动、去显化。那么第二张牌呢 Healer 啊，疗愈者，它有2种可能啊。第一种可能就是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疗愈者在接下来的3个月出现在你们的生命里边。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可能会尝试着通过一些特定的行为去疗愈别人。你们要做的就是在接下来的3个月自然而然的把自己舒展开来，当一切都顺其自然的时候，这种疗愈就发生了。所以说呢，接下来的3个月，这种疗愈它其实就会发生在一瞬间。当你们不再被过去困扰，豁然开朗之时，疗愈就发生了。当你们不再纠结一些事情啊，你们的灵魂就会被重新的拼接起来，变得完整。所以说，这个 healer 啊，它关于疗愈的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它也不是存在于某个虚无的空间里边，它一定是存在于当下。存在于真实的生活里边，比如说在你们手边的一杯水，在每一次认真的呼吸和和善的交流当中，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们不断的表达和创造，就会让自己变成一朵不断盛开的花。然后呢，你们会用这样的一种盛开绽放的能量去疗愈自己。所以说，疗愈的本质，我觉得也是要去生产、行动和创造。一旦你们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们自然而然会得到疗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们要有意识的做一些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比如说吃一顿大餐、养一株植物、捡起自己的爱好、听听音乐，只要是你们喜欢的，只要做这件事情能够让你们放松，它就可以疗愈到你们。第三张牌呢是 friendship 啊，在接下来的3个月啊，第3个课题就是你们的友谊啊，要维系好自己的一个小圈子，或者说主动的去建立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问候一下过去的老朋友，这种寒暄和交流同样也能够给你们带来疗愈，并且呢，尽可能的去面对面的交流啊，不要在微信里边，不要在手机上，而是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喝一杯咖啡，都能够让你们得到治愈。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友谊的话，在接下来的3个月啊，可能是某个人的关系会和你们恢复这种紧密的连接，并且你们会慢慢的意识到，时间会淘汰那些不坚定的人啊，留在你们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但是留在就是虽然说那些人越来越少，但是那部分人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啊，因为时间，它会让你们的身边留下就是那些重要的人，他们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会留在你们身边的。所以说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只要去维系好周围身边的3到5个人的小圈子就可以了。朋友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不要去盲目的社交，无效的社交，这只会浪费你们的时间和精力。那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9啊，它其实对应的是你们可能没有完全的从过去的一件突发的爆炸性的事件里边回过神来，你们内心当中依然对于某件事情有着某种阴影，久久挥之不去啊，它可能一直在困扰着你们，让你们整个人的能量是紧绷的、收缩的、防御的姿态。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和照顾自己的情绪。第2张牌呢，宝剑7啊，你们似乎背负着很沉重的过去，有一些执念迟迟没有放下。你们的身上的这些宝剑呢，其实你们藏着很多的秘密，这些秘密只有你们自己知道。你们也不能够对别人说啊，整个人看起来是忧心忡忡的样子，或者说有一件事情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啊。当下的你们可能会有一点悲观，但是不要让自己停下来，因为只有人往前走的时候，苦才会往后退。你们要相信，即便你们经历了无数次的自我怀疑，你们最终还是会重新爱上自己，能够在无数次的崩溃当中慢慢的自愈，能够在这个混沌的世界里始终保持清醒。要警惕内心当中的幽暗啊！虽然你们有一些悲观，但是你们要相信，真诚和善良永远是你们的底色。所以说不要怀疑，生活一定会治愈愿意相信美好的你们。那么这张逆位的宝剑骑士啊，我觉得其实这张牌它是有一种有心无力的感觉吧，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啊，在过去的某段时间当中啊，你们之前既定的某种计划突然的就被打乱了，失去控制，会导致你们想要摆烂、破罐子破摔，因为你们过去付出的那种时间都变成了一种沉没成本。但是呢，人生的某个阶段，因为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突然的迷失掉自己，会怀疑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所做的选择的方向是不是正确的。但是这个阶段也是你们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你们只有在这个阶段当中才能够更加看清楚自己。所以说在这个阶段一定不要病急乱投医，要沉下心来，让自己慢下来。如果说你们感觉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在原地踏步，那么它有2种可能。第一种就是你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去做它，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去复盘和总结，找到问题所在。第二种呢，就是说你们以为在原地踏步，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你们的每一份努力，它都像种子一样，在破土发芽之前看不到它的变化，但是实际上你们是在一点点进步的，不要小看这种微小的进步。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啊，你们生活的每一秒钟、每一分钟、每一天的进步啊，它一定都是能够积累的。你们要做那种能够积累的事情，然后就可以聚少成多，聚沙成塔，水滴石穿。其实你们一直都是在往前走的。所以说这张死神的逆位啊，它其实象征的是有一些事情马上要收尾了，但是在收尾的阶段，可能说越接近那个目标，最后的那个阶段就越难走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泄气，一定要顶住压力，把那件事情完成掉，一劳永逸的解决它。我觉得现在你们就是需要一种亮剑精神，当你们能够顶住压力，迎难而上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成。接下来的3个月可能会显化一个契机，做一件事情，越是到了最后关头，你们就越不能够掉以轻心。那么接下来的3张神谕卡呢，这是你们在接下来3个月会显化的课题啊。第一张牌就是 abundance， 它象征的是一种富足的能量。接下来的3个月会有一些资源人脉在你们的身边和周围去聚集，可能还会显化一笔意料之外的财富或者说资源。第二张牌呢是 communicating 它象征的是一种沟通，一定要重视这种表达的力量，一定要重视沟通的力量。很多问题它可以通过沟通解决，沟通是一个解决问题所付出的最小的时间成本和代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接下来的3个月如果你们遇到任何问题，第一个想到的解决方式一定是它能不能通过沟通来解决。第3张牌呢是 escape它代表的是一种逃离我觉得这种逃离，因为12宫它对应的是双鱼，就是你们的生活就像2条方向相反的鱼，你们对外呈现出来的状态是积极的、昂扬的、充满斗志的，但是实际上呢，在表面之下隐藏着的是敏感的、脆弱的、情绪化的自己。
你们对外和对内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的反差，其实会让你们有一点想要逃离现在的生活，找一个谁都没有办法联系到你们的地方，然后开启一个飞行模式啊，把自己屏蔽和隔绝起来。所以说接下来的3个月啊，这张牌并不是让你们非要让你们去解决当下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时候 escape 逃避它也是一种应对的方式，就是把那些问题交给时间，你们暂时的把它搁置到一边。有的问题呢，只有当你们不去关注它的时候，时间才能够让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啊。第2组牌我们抽到的这3张牌应该对应的是接下来的3个月啊，你们人生当中的3个主题啊，或者说接下来3个月当中你们的3个主题分别是希望、愉悦还有扩张啊。首先希望的话呢，我觉得接下来的3个月啊，有一些事情啊，当你们打算放弃它的时候，或者说你们觉得已经无力回天的时候啊，就会出现一些峰回路转的新的可能性和转机。这个峰回路转的机会可能是一个人或者说某件事情啊，可以感染并且点燃你们的希望。人生当中有3样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生命的辛劳，那就是希望、睡眠还有微笑。所以说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需要去对于一些事情有一些憧憬啊，保证自己有一个好的睡眠，然后还要时常的微笑。第2张牌呢是 delight 啊，这种愉悦呢，我觉得有2种可能啊，就是说首先呢，第一种可能是在接下来的3个月之内啊，有一些人生的大事会被顺利的完成，就是一些事情会被顺利的画上一个句号，你们内心当中会充盈着这种富足和喜悦。在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知道自己即将步入一个人生的新的篇章和阶段。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愉悦啊，它象征的是你们接下来的3个月会被一些小事情所打动，你们会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比如说睡一个好觉啊，你们内心当中所想的那个人主动的联系你们，或者说收到一些小礼物，担心的一笔钱如约到账，和你们喜欢的人或者说宠物待在一起，这些小确幸它其实都会治愈你们。它是一种以小见大的感觉，做一些小事，做一些让自己感到开心的快乐的事情，能够让自己松弛下来的事情，从这些小事当中体会到生活给你们的这种馈赠，你们会在这种小确幸当中明白你们就是爱啊，本身你们就在这种生命的旅程里，只要你们心中有感恩有爱，那么处处尽尽皆是爱意啊。第3张牌是 expansion 啊，它代表的是一种扩张。在接下来的3个月呢，你们可能会换一个环境啊，接触一些新的领域，参加一些新的活动啊，整个过程它是有利于你们扩张人脉的，扩张你们的影响力啊。这个 expansion 扩张不仅仅是朋友圈的扩张，它还象征的是你们所做的这个事情的影响力会有一个上升，会有更多人知道你们，认识你们。我觉得这象征的是在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会摆脱之前的那种瓶颈期。你们之前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当中啊，在一个关口上面反复的徘徊和纠结，你们接下来会突破这样的一个瓶颈，打破束缚，然后进入到一个新的快速增长的曲线里边。所以说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啊，对应的这个 expansion 啊，你们接下来3个月学习成绩、事业啊，你们的业绩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会迎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的阶段。对应的一部分人还会有一个职位的变动啊，这个变动是有利于你们的，工资会增加，或者说有额外的奖励入账。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命运之轮呢，很明显啊，接下来的3个月是你们的命运开始重新洗牌的3个月。当你们感觉到一些事情陷入到停滞、阻塞和卡顿的时候，那么这个命运之轮一旦重新转动起来，就会有一些新的人和事出现，有一些新的变量加入，会让那些阻塞的和卡顿的事情重新运转起来。然后这张宝剑侍卫呢，你们在接下来的3个月啊，可能会捡起一些过去放弃掉的某个爱好、某个技能，或者说之前半途而废的某个事情，会重新的立项。这张牌呢，给我一种感觉啊，就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啊。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会重新确立一个目标，并且快速的行动显化，整个人确立的这个目标会让你们产生有希望、有方向的行动力。第3张牌是愚人的逆位。这张牌对应的是你们可能会有一种自己长大了的感觉，就是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得过且过了，
逆位的愚人，我觉得它是你们会开始恢复对于未来的长远的规划，会重新开始，会想要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逆位的愚人呢，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在迅速的成熟起来的，有一些事情你们可能不得不去提上日程了。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成熟呢，它是能够极大的加速你们自身的成长的。对，你们不再去幻想一些事情，而是能够让自己的能量落地。包括这张星币八啊，它其实也是一种亲力亲为的象征。你们会从一些小事着手，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当你们开始亲自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啊，你们会对整体的这种微观的细节有一个把控。你们之前可能是一种纸上谈兵的状态，但是接下来你们会亲自的去体验和实践，这会让你们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提高到一个新的维度上面。有一点像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就是你们要把自己投身到实践当中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够迸发出巨大的能量。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 Saturn Return 啊，土星回归，它是一种比较严肃的现实层面的世俗的传统的课题，它代表的是一种秩序和行为的规范和重建。我觉得接下来你们可能会寻求一种古老的方法或者说规则，去借助一些古人的智慧和经验去解决一些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土星它还代表的是一种责任，就是说在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可能会突然的长大，你们会开始面对一些随着你们自身年龄增长而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些课题。这也意味的是你们会成为自己的主人，你们会获得心理上的成长和人格上的成熟啊，可能还会思考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比如说你们的人生的使命和意义，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而活，你们整个人的思想深度会有一个进一步的提升。第二张牌呢是 Mercury Mind， 它象征的是一种深度的思考。你们在接下来的3个月，可能在精神层面上会涉及到一些更加深邃的课题，比如说探索你们潜意识深处在渴望着什么。你们会慢慢的觉察到啊，你们潜意识里边，你们在抗拒着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在逃避着的一些东西，通过你们的深入的思考，会让你们找到那个问题的根源，会让你们更加了解自己。你们越是能够深入的了解和洞察自己内心当中的感受和需求，你们就越能够通过了解自己来了解整个世界。而第3张牌呢是 Eight House 啊，第8宫，它代表的是事情的结束与开始，它也代表的是你们接下来可能会换一种方式去理解、思考，去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它象征的是你们接下来3个月啊，会有意识的换一种自己平常比较少用的、不太常见的做法去应对不同的场景，观察会有怎样的变化。比如说你们平时是习惯表达，习惯提建议提意见，那么你们就会试一试少说话多聆听。如果你们平时习惯用理性的和思考去审视一些问题，那么你们就会试一试不要那么理性，偶尔用感性的这种情绪的方式去理解一些问题，理解一些人。这张牌它其实是有一种改头换面、脱胎换骨的能量在里边的。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会换一种方式去生活，换一种穿搭的风格。你们的这种改变能够让你们换一个视角，换一种方式去理解和看待这个世界的本质。那么第4张牌呢是 Life South Node 南焦点，它象征的是你们在接下来的3个月会主动的承担起自己的身上的一些责任。你们过去选择用一种逃避和拖延的方式来拒绝面对人生当中的一些课题，但是在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可能会选择去直面它，承担它，解决它。这张牌它象征的是一种因果链条即将走向收尾，它象征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们可能会选择的去主动的去结束一段关系，结束某种痛苦的循环和轮回，把一些人或者说事情从你们的生活里面剔除出去。因为你们会发现，你们生活当中80%的烦恼都是由20%的人和事带给你们的。当你们把这些人和事从你们的生活里面剔除出去的时候，你们整个人会如释重负。而且呢，做这些事情啊，做断舍离的时候一定要果断一点，你们越果断，你们就能够越快的去迎接和拥抱新的生活。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第3组牌我们抽到第1张牌就是 Sport 啊，
在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会得到某个人对你们的支持啊，或者说你们在接下来的3个月会得到宇宙给你们的庇护和馈赠。我觉得 support 呢，其实你们在接下来是很适合去开展一些行动的，因为会事半功倍。有可能是在接下来的3个月，有某个人会持续的陪伴在你们的身边，给到你们这种情绪上的鼓励和支持。support 它是一种得到认可的能量，就是说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的努力，你们做出来的成果，会得到一些身边人的认可。而这种认可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之前你们的这种想做的事情可能是不被认可的啊，或者说不被赞成和鼓励的。但是当你们持续的执着的去坚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身边人他们对你的态度会慢慢的改观。第2张牌是 freedom 啊，它代表的是一种自由。也就是说，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会从这种封闭的隔离的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重新获得自由，重新获得选择的权利。我觉得接下来3个月，你们会摆脱过去的那种依赖的状态，独立起来。独立它象征的就是一种自由，它象征的是一种不依附、不恐惧的状态。我觉得这种自由它也是一种情绪上的自由啊，你们会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站在太阳下坦荡大声的无愧的称赞自己啊，这也是一种自由啊，尽情的舒展你们自己，释放你们的灵魂，说出你们想说的话。而第3张牌呢是 celebration 啊，它象征的是在未来的3个月会发生一件值得你们为之雀跃庆祝的事情，可能是某个好消息，或者说你们期待的某个结果会显化。它也很像是有关于一个节日，或者说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一起欢度某个时刻。它有一点像是那种庆祝的仪式吧，公共演出，或者说涉及到一些大荧幕的作品也会呈现出来。这张包括我们抽到的这张星星牌啊，它其实在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是要做减法的，就是说你们接下来的3个月要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点啊，不说没必要说的话，不要去你们不想去的聚会，不和没必要的人来往，不要想你们现在不必思考的问题。人生就是要先做减法才能做加法，减法是减少那些不必要的事情，然后你们才能做加法，把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分配到那些更重要的事情上面。然后第2张牌是星币国王啊，接下来的3个月其实是稳扎稳打的3个月啊，它是有一种就是积累的能量在里边的，踏踏实实的工作和学习。如果你们想走捷径，那么最后一定会绕远路。所以说按部就班啊，这种土象的能量啊，凡是自己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的事情，最后结果一定是不会差的。星币国王接下来的3个月应该是有一个人在你们的身边守护着你们的这种感觉，或者说会给到你们很多的指引啊，在接下来的3个月会有贵人相助。这个人呢，他就在你们的身边，但是你们平时可能意识不到他的存在，往往一到了关键时刻，这个人就像定海神针一样，能够稳定你们的情绪。这个人他只会在必要的时刻出现，然后给到你们一些关键的资源。包括我们抽到的这个星币骑士啊，我觉得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身边的这种土象特质和土象能量的人会很多。一个星币国王，一个星币骑士啊，都是有很强的这种摩羯、金牛和处女的能量，很坚韧，一丝不苟，非常的严谨。它会影响到你们对于工作、生活和学习的态度啊。星币的话呢，星币骑士他应该是一个同龄人，或者说稍微比你们大一点，它显化出来的能量是很成熟的、靠谱的、踏实的、稳重的，有一种完美主义的倾向。很多事情上面呢，要么是他们会要求你们，要么是他们有一种以身作则的能量。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们接触到的这个人啊，能够让你们就是会有一点崇拜的感觉。你们会和这个星币骑士有很多这种能量上的互动啊，他会在工作或者说学业上帮助到你们很多。我觉得这组牌你们身上有一种很特殊的能量场啊，就是无论你们走到什么样的环境里边，都会有人愿意帮助你们、扶持你们。然后就是这张世界牌啊，它是有一种大格局的，就是能够很淡定的看待一些得失。可能一部分人还会选择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去到一个海边或者说很温暖的地方啊。世界牌它也象征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会有一个圆满的收尾啊。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会从某种极度压抑的情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可能是某个很重要的项目，或者说结束了某个很重要的考试啊，你们终于可以放飞自我的感觉。所以说这张世界牌它有2个指引啊，第一个指引就是你们会完成和自己的一种和解，你们会想明白，既然我不能够改变世界，倒不如独自逍遥。
快乐第一。第二个指引呢，它世界牌象征的是一种更大的格局，要去到海边，接触到一些宏大的事物，比如说爬山、登高远望，去到高处开阔你们的视野，你们就会发现你们之前纠结的那些小事自然烟消云散。那我们接下来抽到的这4张占星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 Nice House 啊，它带来的是一种信仰吧。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在接下来试图追求一种更高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信仰。当你们到达了某个高点之后，你们就会有新的追求。而且这张牌，我觉得信仰其实是你们自身对于生活的热爱，还有你们在一些事情上面的坚持，都会让你们成为奇迹本身。本身奇迹它只会降临在那些身怀希望和信仰的人身上。我觉得这张牌就是在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要坚持你们之前所坚持的一些事情，不要轻言放弃，也不要轻易的退而求其次。只有迎难而上，你们才能够突破自己，得到那个问题的答案。越是困难的，越是需要依靠信仰和坚持的，那么这个东西，你们坚持的这个东西，它的结果到最后也越有意义，越有价值。挫折、困难和阻碍只会淘汰掉那些不坚定的人。当你们有梦想，只要你们相信自己啊，这种信仰它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力量，能够帮助你们抵达那个梦想的彼岸。然后第二张牌呢是 Fire Elements Desire， 它象征的是一种欲望啊，就是你们内心当中其实是非常渴望证明自己的，希望能够尽早的独立和成熟起来，希望能够在一些事情上面拿回主导权，希望证明自己，希望自己成全自己。所以说这张牌就代表的是接下来你们会在通过自己的欲望来驱使自己，会做一些事情，完成对自己的改造。这张牌代表的是在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会适当的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去吃一些好吃的啊，花钱买自己一直想买的某个东西，一个限量版的东西。你们不会过分的去限制自己的欲望，你们通过这种欲望被激活的方式，会让你们更加努力的去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目的。那么第3张牌呢是 Solar Eclipse 啊 ，Revolution 啊，它是一种变革吧。我觉得你们会对自己有一个自我重塑啊，在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会主动的打破你们的过去，打破过去所建立的那种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同，然后再把它们重组起来。通过这种方式，你们就能够防止过去犯过的一些错误重蹈覆辙。而第4张牌呢是 Fourth House 啊，第4宫呢，我觉得你们在接下来的3个月可能会回到自己爱的人的身边，回到一个熟悉的安全的温暖的地方，然后让自己安静的待一段时间。当你们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不安和焦虑的时候，一定是你们缺乏某种根部的力量，你们需要找回那种安全感。所以说当你们有这种感受的时候，你们不妨就回到原点，回到那个一开始出发的地方，不要再逼着自己前进，因为你们只有适当的休息才能够让自己更好的前进。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你们就是要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边回到一种稳定的状态里边，不要太折腾啊，或者说你们想要去，可能说你们现在有那么一些想法去组建一个家庭，打造一个能够让你们长久稳定发展的事业基础啊！接下来的3个月，其实你们会做一些更长远的规划和打算，你们会让自己沉淀下来，真正的静下心来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啊，不断的打磨自己啊。所以说这张牌第4宫，它是有一种稳定的能量在里边的，很强烈的这样的一种，包括这组牌里边很强烈的图像特质啊。我觉得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的生命其实是在于一种心灵层面的静止。这种静止不是说像池塘里的一滩死水没有流动，而是应该像大海深处100米以下的暗流啊、暗涌，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你们会把自己的锋芒藏起来，然后在别人关注不到的环境当中，默默的去做着一些事情，不断的打磨自己，努力耕耘，在收获的过程当中，你们踏下的每一步都踏实而可靠。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